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芬尼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然后它的辅助对线情况。可以看到这个芬尼的话是喜欢打这种，他的那个芬尼都是喜欢那种 AP 玩法，不喜欢纯辅助那种工具人的那种。可以看到他是有做那个大天使之杖，然后做个冰杖，然后后续做个帝国指令。为什么要做帝国指令呢？就是技能命中对方的时候你队友也命中对方，就是你的技能命中对方的时候，你的队友的伤害打到那个英雄身上的时候，就是可以提高一些伤害的。这里的话叠了2层，现在是每叠1层的话是有8点的法强，叠满5个的话就是40点法强嘛，就是这样子。一技能，而且这版本有个点就是，这满血的小火龙这么怂对面老鼠是直接交闪现过来杀的小火龙前期没伤害，如果换其他 AD 的话，其实前期已经早双杀了。还有个点就是给大家说一声，这个冰杖这个装备现在你们会不会觉得，现在有一些移速就太吃移速了，因为经常会出现这种我杀不死残血杀不掉对方，然后移速不够，然后就追不上了，是不是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辅助，我跟你说，辅助做冰上现在版本收益好高就是无论是拉扯或者说去团战的时候让对面难受，冰杖的收益我感觉在这个版本真的是很不错。如果你是那种 AP 法师，喜欢玩 AP 法师的AP 辅助，你就可以尝试做冰杖。这个小火龙他那个刚刚的操作有点惊呆我了。那这局还是有点难受前期还是得等中后期了。这边上单的话是对位落后了1000经济了这里大招空了呀。我对面应该是对面老鼠开了疾跑，刚刚是听到了有疾跑的声音，因为像这种疾跑闪现它释放技能是有技能声音的。刚刚如果稍微预判一手，应该不至于空大招。
像就是之前啊，不是就是很多英雄重做嘛，就是有分那个本土化重做和手游化重做。什么叫本土化重做呢？就比如像时光老头啊什么的，它这种只是说稍微改一改，然后但是其他技能啊什么的话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为了调整了跟手游的那个就是切合度。但你像琴女呀，或者说像那个什么来的，好像像什么琴女的话是改动是就是非常大，你看它整体效果就完全是手游化的一个更改，因为你那个鼠标跟那个手游的这种屏幕点击啊是完全是不一样啊。这边是什么？杰拉上单，这么变态吗？像杰拉也是啊，杰拉也是那种那个手游化改版，变化很大。也像那个 AP 辅助吧，好像除了就是软辅里面啊，除了娜美改动没有那么大以后啊，其实其他所有软辅跟端游比起来的话，改动都比较大。然后像那个辅助的话，有个点啊，就是你们对那个技能级数是不是没有太多的了解？一般啊，我就跟大家说，就是技能级数这样子，只要你技能级数100叠到100，其实差不多了，就是前期叠20，中期叠个40，然后神装以后能叠个100的级数。基本上就够了，然后你超过100的话，收益就非常非常的低，所以你们自己去做一个判断啊。所以为什么有一些技能级数是这样子，能叠到100的话，那个对于你辅助来说，你是一个辅助来说就基本上够了，而且整局收益也是非常高。但超过100的话，收益就不是很好了。现在好像辅助啊有个点啊，那个时光是峡谷和排位在高分段都非常的吃香，其次就是那个琴女的话是巅峰赛特别吃香，但排位一般，表现一般，会根据的环境不一样，真的会根据环境不一样。哦，这里大招射手，这能跑掉，看到没有？对面安倍萨，我跟你说，潇洒回头啊啦！这种自信回头，我建议你们不要做出来啊，还是稳稳的把人头吃进去以后再回头，不要搞什么真男人不回头。等你把人头从你嘴里面漏走的时候，是吧？就是从你嘴里面啊，从旁边溜开的时候啊，没咬到的时候，你就会很惨。你要想想，就比如说是一个你很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就好久没吃，然后就只有一口，然后刚拿起勺子装了就是放在勺子上面，准备送进嘴的时候，不小心掉到旁边啊，你就知道有多心痛了。
画面有了没有啊？像这个杰拉这样子打，其实举报他还真随便举报都能成功的，因为他首先一个点他选了不合理的阵容，第二点呢，他送人头送的有点多了，这说实话有点离谱了呀。但这边莉莉娅跟小火龙能站出来的，两个都是偏后期的英雄，而且小火龙这边 Q 到了，还行，不错，有大人头入账啊。那家要没了呀，这水晶直接送给对面了。哦，好像是因为这边不给这个上单想要换到辅助，但这边的话他自己想玩辅助，就是这边自己都是绝活哥，干嘛要让位置，对不对？就不换，然后就选这种恶心英雄。但其实杰拉这英雄嘛，你要是这边队友能兜底，能拖到后期，他其实还是有点用的。特别是到这个时候啊，就中期开始，哎呦，这边大到2个，但队友没有输出空间，过去输出，全是大残。但最后应该是能再烫死一个，还行。小火龙闪现给 Q。拿下了4个人头，0换4。你可以看到啊，杰拉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他在龙团的时候，他的作用是什么？他是能一直给到对面，就是一直利用技能去消耗。我跟你说，杰拉在龙团的时候，你的那个花一定是不要放在龙坑，你就是去左右两边，然后就平 A 帮忙打龙就行了。但 Q 技能和 E 技能啊，然后强化的那个种子的话，是一定是丢到边上去给视野，然后呢，去给对面造成伤害，然后骚扰对方，知道吧？一定不要放在龙坑里面，放在龙坑里面，首先一个点，你那个大龙一下子就会把仇恨放在那个花上面、种子上面，然后立刻把你的种子 A 一下就死了，不至于说不像别的，就是像对面的英雄，只要伤害不一定够的话啊。是要 A 多几下才能 A 掉你的那个强化后的种子。看到没有？这就是T0中的阿罗拉，变态吧？一个 QE 啊，一套伤害，血量就没了。哇，完了，没救到。有点可惜。说实话，这是大龙白打的，打了推进不了。小火龙应该来中路啊，这说实话有点变态。估计他是想着应该也推不了。啊，这阿罗拉这英雄你看到没有？就几乎没天敌。如果没有大龙 buff， 你这波兵线你连中路河道你都过不去。他一个 QE 啊，一波兵线没了。这边刷线快的是谁？没有刷线快的英雄。这边刷线是刷不过对面的。小火龙，你看他一定是要叠 Q， 为了叠 Q 而去留残血兵。除非到了后期是吧？我就完全是靠团战去叠 Q 了。像有时候啊，你玩的多以后啊，比如说对英雄了解的深啊，英雄池深了以后啊，你就知道这个英雄有一些短板在哪里，然后你就可以去利用他的短板或者说他的真空区去针对他，知道吧？然后你，但有个点啊，你对英雄就是对所有英雄你都不了解，然后你永远都知道。啊，他的长处，但你永远都不知道他的短处在哪里，然后你永远打他就是畏畏缩缩，懂了吧？就你像你不会打怒手，那你打他你就永远都怕他的血怒，为什么他能叠出血怒，然后你就很痛，对吧？
这里啊，就隔着墙去给个 W， 给个技能啥的就可以了。手长的情况下，就是可以去 poke 对方，远程就地图边上去往那里丢技能，不用担心说要走到脸上去。但不好的就在于，不好的就是对面突你脸上，你就有点难受了。小火龙这边一套爆发带走。纳尔的话在路上边路啊猛猛推，这边过来尝试啊这个抬走结束。哦不对哦，是中单。哦是上单结了，然后中单纳尔。哦中单结了，上单纳尔。哦，搞错了，是我搞错了。哦，我错怪了这个节了，是这个纳尔不行。Sorry 啊，前面我说错话了。哎，这杰拉有点那个有点东西啊。哎，他第二件直接做那个世界，这件装备有个好处就是他的技能一技能丢得远的话，那种子只要 A 到人，他就是能提供视野，这是一个好事，而且会持续提供，造成伤害的话，只要在600码开外吧，还是1000码开外，这我有点记不住了这装备。那你要知道大概就可以了，不用一定说要非常详细。然后你就可以去灵活的运用出装，而不是说像个呆子一样不知道怎么去出装，知道吧？这时候治疗的话就可以给队友，让他的状态变得更好一些。那就带线，然后不干其他事。哎，但是对面这样子反而是有个落单，但追不到，追不死。0-8的上单，还好对面阿拉应该是没有做杀人书，要是做杀人书，他这局游龙起来其实会很舒服的。这局其实还是能翻的，因为这边有个小火龙。而且杰拉这英雄只要远程丢，成为一个丢怪是吧？大招一丢是吧？伤害一丢，甚至不一定要命中率非常高都可以。那这边的话被逮到一个机会啊，这边没办法，有个点大招拉太好，再好都没用。这边的话应该是能烫死。哎，可以，交太多技能。哎，看到没有？这边种子大阵100，对面杰斯说啊，好痛好痛，追又追不上又好痛，但最后还是追上了。发育太好了，这个甚至他都把影魔刀给做出来了，这根本杀不掉啊！小火龙前期能发育成这样子，已经是发育非常好的，16000的经济了。这个他一直在刷线，他甚至拿了龙以后，他都不去推中路啊，只是去边路吃回推线。这一波是得拼这个远古龙的，你不抢这个远古龙，等于这个大龙也是没有了，还真不好打。先把他打醒。哎，没醒，只要不在范围内就醒不了是吧？这局有点难翻啊。哎，说实话，这版本输赢真的跟自己关系不太大。我靠，我感觉真是这样子，跟输赢跟自己感觉不是很大的样子。因为你再好的节奏点，只要队友掉一个，他4个人真能送出去，我操，就直接团灭。哦，完了，
老鼠找了个输出空间，很好的位置，但纳尔变大，敲晕，摔墙上，好，老鼠死了。那莉莉娅掉了呀，这一波还不能很好的回。哎，对面阿罗拉犯病啊，他这样子玩，直接没了，可以。我跟你说，看到没有？这一波其实他们稳稳的打远古龙是稳稳的能赢的，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就全靠阿罗拉一个人把另外2个人带崩了。像这局其实很好赢的，为什么呢？你一个只要有个前排，要保着这个小火龙打，而且小火龙发育都很好。这一波一整把就纳尔这一次参了团，然后小火龙后期其实就是很强，只不过每次都是小火龙老想着往前去走，然后打输出被那个安倍萨打到了，就是大招到了，然后秒掉以后，对面又有个老鼠能都就是持续给伤害啊，所以团战打不过就很正常。打野又送掉了，离谱！哦，这杰拉还往前走，怎么敢的？难以想象。这他还好啊，最后终于磨掉了。这边因为有双龙啊，所以整体来说就还能打一打。哎，烫死了，能一波。这边对面的 C 位已经掉了，就看阿罗拉把阿罗拉也一秒，哎，结束。那行，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后面的话还有一局，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